留着小胡子，我们看到太阳在注意看，翼龙一个不小心被对手击倒了，台下的韩国观众集体起立鼓掌欢呼。击倒翼龙的不是别人，而是所有韩国女人的男神闵永珍。此人不仅是人见人爱的男神，还是韩国跆拳道第一人。这家伙从小学1年级就开始练习跆拳道，至此已经练习跆拳道20多年了。所以闵永珍被韩国人称之为世界第一腿。闵永珍这二货不仅要挑战翼龙，还侮辱中国功夫就像是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更嚣张地说中国功夫只适合老人和孩子锻炼身体用。中国功夫就像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跆拳道的腿法世界第一，杀伤力世界第一，但中国功夫只是适合老人和孩子们锻炼身体用。不得不说，这韩国二货确实有两把刷子。比赛刚开始没多久就把翼龙打了个读秒，显得翼龙相当的狼狈。看来这家伙真是当中国功夫是吃素的了。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翼龙是如何逆境翻盘的。请长按3毛点赞。比赛开始，此战是在韩国首尔进行的一场比赛。武僧翼龙也是跟随着武林风来到了韩国首尔，现场的人气99%都是闵永珍的死忠粉。翼龙一记金刚腿就让在场的所有人鸦雀无声。韩国民众心目中的跆拳道男神竟然被翼龙吊打，而且还是在韩国首尔的擂台上。我们已经亲耳看到这个闵永珍是练跆拳道出身的因为他穿这个身的道服出场了。武僧翼龙我们不用多说，这种优势翼龙还没有持续多久，就吃到了闵永珍一个回马枪。这下倒好了，闵永珍台下的死忠粉直接就沸腾了。刚进入赛场的观众不知道的还以为比赛结束了呢。说实话，闵永珍这一脚绝对不能给翼龙造成读秒。再怎么说，翼龙也是有金钟罩铁布衫护体，其实这么容易就被击倒读秒的。邱建良虽然没有在韩国打过比赛，但是邱建良曾经说过，在国外打比赛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因为国外的特殊规则都是给中国人准备的，不被这种客观的因素所干扰，继续全身心的投入比赛。武僧翼龙这种抗击打能力是非常强的，尽管我们看到这个闵永珍用他这个跆拳道的什么旋踢动作啊，包括扫踢动作了、横踢动作了，但是在武僧翼龙面前一一化解。看，这是闵永珍准备利用一个转身后旋踢，被武僧翼龙化解掉。闵永珍是韩国公认的跆拳道第一人，腿法也是被韩国人称之为是世界第一腿。那么拥有金刚腿的翼龙势必要给闵永珍免费上一课，最起码让闵永珍了解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功夫，并不是如闵永珍所说中国功夫就跟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如此嚣张跋扈、目中无人的发言已经彻底激怒了翼龙。翼龙的拳法虽然不怎么样，但腿法在国内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这一次闵永珍算是遇到硬茬子了。在翼龙面前，我要让你尝尝中国传统功夫的厉害。翼龙在今天比赛里面这个距离感保持非常，利用低扫你还能站起来吗？这是个封堵动作，没关系，继续上。现在闵永珍的这个打到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他没有拳法他更多的利用这个旋踢腿的动作。虽然翼龙的突进很凶猛，腿法施展也很了得，奈何闵永珍可是韩国的跆拳道男神兼跆拳道第一人，实力这一方面绝对不能小看也不能大意。尽管闵永珍的实力很强悍，人气也很凶猛，不过翼龙可是代表中国功夫出征，台下还是有不少的韩国留学生在台下为翼龙祝贺加油。这或许就是在国外唯一一股中国血脉。这个抗击打能力表现他的低扫腿的能力，表现在他这个拳法的能力上。你看，这是闵永珍很漂亮的一个，我们看到没有，在我们传统武术当中这个旋风脚。오늘 한국 선수들이 생각보다 안 좋기 때문에 어깨가 무거울 수도 있죠. 그런 지금 셀러
민영진 선수도 지금 다운 한 번을 뺏어내긴 我 했습니다만 们又回到比赛现场，来继 처음 续观看 맞이하고 있는 武僧一龙 복싱 무대. 同韩国跆拳道冠军闵永珍的第二局的比赛。中国地区观众朋友们，您看到 가벼울 필요가 있어요. 武僧一龙这种优势，在打法上，武僧一龙更加全面。我们看到这个闵永珍第二回合开始了，一龙二话不说，先把闵永珍撂地上再说，以此来镇压闵永珍的嚣张气焰和现场的人气欢呼。第一回合一龙被读秒确实有点不应该，我自以为日本 K1 的裁判是公平公正，奈何韩国的裁判也是公平公正。不过这个公平公正只用在韩国人身上，对于外国的选手，韩国裁判一律附加特殊照顾。闵永珍多次的被一龙撂倒，也没有造成裁判的读秒，而且还频繁的让闵永珍得到休息和喘息。 扫一下， 이제 김투기에서 闵永珍是一个趔趄， 좋지 않은 소리 나죠. 그런 평가를 받지 못하겠죠. 일롱의 로킥 나쁘지 않았어요. 예, 라이트. 今天这个一龙就跟踢木桩一样，因为闵永珍没有上三路的进攻能力， 허용. 所以这样打起来， 라이트. 一龙更加的放心大胆。 일롱 조금씩 다가옵니다. 레프트 던지고요. 무릎 공격. 브레이크인데 그렇죠. 하이킥 슬그머니 뒤로 피하고 있는 민영진. 민영진 선수는 항상 자기 오른쪽으로 크게 돕니다. 지금 이미 现在闵永珍已经不像在第一局比赛里面利用什么后旋踢啦啊、 좀 무리가 있죠. 旋风脚啊，对不对？横踢动作已经没有了。 또 넘어. 此时的韩国男神闵永珍已经被打得站也站不起来了，这就是中国少林功夫金刚腿的威力，不是一个小小的跆拳道能够对付得了的。连续的腿攻已经将闵永珍腿踢废掉了，再这样打下去，估计闵永珍就不能担任韩国男神了，而是担任韩国第一绝腿吹牛王。 反手之力， 로킥. 武僧一路 선수는 꾸준하게 좀 데미지 继续进攻，扩大战果。 또 한 번 로킥. 민영진 선수 지금 다리 왼쪽은 이미 충분히 무겁습니다. 武僧一龙说：“我踢， 하이킥 我踢。 일롱. 闵永珍的腿法已经出现了严重受损，腿部的毛细血管估计都已经被一龙踢破了。随后躺在地上的闵永珍正在痛苦地哀嚎着，就算裁判是闵永珍二舅，那也帮不了闵永珍，总不能等下判定的时候判定闵永珍获得胜利。此时的闵永珍完全是一个瘸腿的状态，还号称韩国跆拳道世界第一，自己的腿法是世界第一。这下倒好，一龙还没有发挥出全力，就把闵永珍的大腿给踢废了。金刚腿可是少林寺最经典的武术之一，一龙可是少林寺出身，身上的少林功夫绝对少不了。第二回合闵永珍都没有撑过去，还说要在第一回合 KO 掉一龙。我看闵永珍是在韩国吹牛吹习惯了，逮到一个人就开始吹牛。这下闵永珍不装了，直接被一龙踢进医院休养了半年时间，从韩国男神变成了韩国外人唾弃的韩国败类。大家觉得一龙发挥的如何？请在下方进行留言讨论。本来没有问题的，裁判要读秒嘛。我也想证明一下这个少林腿法和这个跆拳道腿法有什么不同。我个人来说，可能这场比赛就因第一回合可能激了我一点点愤怒吧。方便你给我听好了，中国功夫就像是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打败你就像踢足球一样简单。尽管方便有48连胜，但是方便实在是太老了，他受不了我的重拳出击，我会在第二回合将方便 KO 掉。中国的搏击不是中国的足球，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刀不锋利马太瘦，你拿什么和我斗？巴西世界冠军指名道姓挑战死神方便，面对记者的采访，他竟然声称中国搏击就像是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并扬言方便已经老了打不动了，最好还是回家陪老婆孩子热炕头，少在擂台上找罪受。他知道我很强壮，知道我会赢他，他最好去好好的训练。如果不训练的话，我会在第1分钟 KO 他。你一定会输的，我很肯定这一点。不要哭，最好不要哭，你哭起来会很丑。我听说他在写歌，但我觉得都是狗屎。你听听，这说的还是人话吗？本来方便的爱好就不多，竟然还说方便唱的歌跟狗屎一样不受欢迎。面对巴西世界冠军的贴脸开大招，方便对此也是做出了霸气回应，并声称会在擂台上击败巴西冠军，成就49战全胜的战绩。千万不要说大话，中国人比较谦虚，上了擂台，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中国功夫，我会击败你。时隔2年，我将重返擂台。有人说我老了，有人劝我不要再继续比赛，但我想说，敢才是男人。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方便时隔2年首次复出的精彩表现。
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36岁的死神方便确实老了，但方便敢于亮剑。此次面对来自巴西27岁的纳塔威廉，然而威廉赛前的嚣张，到了擂台上换来的却是大脚丫子扇脸。比方便小了9岁的威廉，面对方便的大脚丫子扇脸，表示一点办法没有，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站在原地等待方便的制裁。别看方便已经上了年纪，但方便还是挺能打的。17连胜，那么这场比赛能否延续自己不败的神话呢？哇，方便已经在会议有2年了，但是这2年当中，他并没有放弃全台放弃训练，他一直每天都是非常自律的，然后来到自己的俱乐部，跟这些俱乐部的所有的运动员们带他们训练，自己也保持了训练，所以这一份精神就足以我给他我全部的尊重。确实是这样。那方面呢，作为一位36岁的老将，能够在这场比赛接受这个相差9岁的巴西选手纳塔威廉的挑战，本身呢就值得我们去尊重。2年没打比赛的方便并没有放弃训练，每天都会去自己开创的武馆打卡。在此之前，方便击败了很多世界名将，其中有马库斯·沙希拉克还有杜姆贝，但此时的方便已经36岁了，已经超过了退役的年龄，但方便依然在擂台上进行打拼。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出了名的方便只要没有官宣退役，那么就会有很多想一夜成名的外国人发起挑战。但是呢，抓住对手的漏洞，施以重击。哦，漂亮，又是这个前腿的劈挂。那么方便的劈挂腿其实和其他的选手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他用的是前腿的劈挂，打上去的话，不仅杀伤力大，而且呢预判动作比较小，最重要的是打完之后还能接上后手的重击，这样的劈挂腿真的很少见。敢直言挑战方便的人可不多，塔纳威廉算是其中最勇敢的那一个。本身这场比赛就有很大的瑕疵，2个人之间足足相差了9岁，就算威廉打赢了方便，也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毕竟方便的年龄在这摆着呢。然而方便可不管威廉是何方神圣，既然敢来到中国的底盘撒野，方便必须要让威廉感受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功夫。威廉来说，能否一战成名，就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好的，我们看到方便整场比赛开始打游走，但是要注意，纳塔威廉是一个很善于抓住对手体能漏洞的选手。上次在对阵徐岩的比赛当中也是这个前2回合发力并不是很多，但是刚才那位好熟悉又陌生，算了，还是先看比赛吧。不愧是年轻人，打起架来就是有劲，时不时就会给方便来一波猛攻。虽然方便已经老了打不动了，但方便还是可以招架住的。你可以看出这位年轻人有多么希望能够战胜 C。 好，比赛第2局开始，看方便开场就直接进行强攻。刚才呢在赛后那个第1回合休息的时候，看到场下的教练朱斌也是对方便进行了简单的战术安排进行这种步伐的控制和自己前摆拳。好的，第2回合开始了，威廉想一夜成名真的是想疯了，这么多年了，想击败方便一夜成名的人多了去了，恐怕威廉连号都排不上。这一次接腿摔让威廉认清了现实，威廉想击败方便的白日梦终究会苏醒，但威廉的噩梦很快就会来临。别看方便的年龄大了，方便的灵活程度还是很可以的，宝刀未老的方便还是那么老当益壮。其实纳塔威廉的重击也是颇具威胁，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他在比赛的节奏和整个连击上会稍稍的有一点点的问题。好的，前手摆拳又是再次击中，但是纳塔威廉毕竟是一个年轻方便9岁的这样的一个选手，抗击打能力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好，推下巴，这个简单的动作应该是在范围之内。还记得威廉在赛前所说的狠话吗？不仅羞辱方便唱的歌跟狗屎一样，而且还当众叫嚣中国功夫和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身为一个中国人，你可以当着面羞辱中国足球不怎么样，但羞辱中国功夫就是在践踏中国人的尊严。还想击败方便成为下一个死神，威廉简直就是在白日做梦痴人说梦话。好的，我们看到方便又是对对手进行这样的一个拳法的连击。好的，前手摆，对手呢用低扫示意重击。好的，哇，我们看到方便的这个跳膝真的是飞得很高。
看来将近2年的时间内，方便并没有荒废自己的技术。哦，纳塔威廉的袭击势大力沉。时隔2年没打比赛的方便，能在擂台上发挥都如此出色，实在是不容易。毕竟方便的对手不是一般人，他可是巴西的世界冠军，在中国的擂台上也比较出名。威廉敢在赛前对大名鼎鼎的方便出言不逊，那么他就敢在中国拳坛横行霸道。真要是让威廉遇到了比方便名气小的搏击选手，威廉还不得蹦起来使劲羞辱。整体来讲的话，比赛现在进行到最后的第2回合最后的30秒，方便还是能够掌控整个场上的节奏感和主动。要小心纳塔威廉的前腿3公步的一个正蹬和膝顶啊。好，10秒钟，看到方便在比赛当中依然是保持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很难想象他已经将近2年没有在擂台上去出场。好，接下来进行的第3回合开始了。方便所实施的拳头并不频繁，但每一次都能精准命中威廉的脑袋。诡异的拳法打得威廉多少有点怀疑人生，台下的观众实在是太激动了。死神方便是何等人物，是中国搏击历史上连胜最高的一位选手，能和方便打一场比赛，威廉已经可以在巴西吹牛吹半辈子了。哇，现在场上的气氛已经达到了最高潮，看一下纳塔威廉，加油！漂亮踢挂腿！哇，顶戏！哇哦，威廉还是经验很丰富，很丰富啊！这个比赛是不允许进行连吸的。哇哦，小低边，方便真的是状态很棒啊！方便发怒谁也拦不住，被读秒一次的威廉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方便的神威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冒犯的，一旦触犯了神威，必将招惹一身灾难，轻则被打成重伤，重则被担架抬走送去医院抢救。然而此时的威廉还想凭借一己之力掀翻方便对搏击擂台的统治。哇，现在方便已经打出了火气，没错，漂亮一个飞机。不着急，现在接下来的话应该是稳住自己的节奏。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的话，我觉得方便拿下今天的比赛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当然啊，比赛不到最后一刻，不能这样说。哎，前手刺拳可以不断刺，对。36岁的方便并没有因为体能的下降而影响状态，加上台下观众的欢呼声，即使方便很累很疲惫，那也要苦苦坚持到最后。毕竟这一战方便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更多的是拳迷粉丝的希望。最后留给威廉的时间不多了，第3回合还有最后的1分15秒钟。哇哦，纳塔威廉的膝撞真的很重啊。对，他在擂台的那一边，我和东一在解说席上可以听得非常的清晰。是的。一扫，最后1分钟。好的，哎呦，好危险啊！刚才这记袭击是擦着方便的脸。巴西选手的压力真的很大，赛前的狠话已经说出去了，但在擂台上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全程都在被方便追着打，甚至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看过方便比赛的想必都知道，方便最擅长的就是迂回拉扯，但没有一位选手能够限制住方便。就算知道方便的战术与打法又如何？真以为能名正言顺的击败方便吗？赛前说大话的下场就是在擂台上被暴揍。确实是这样，对，可以看得出方便在圈内的好人缘啊。是的。哦，又是前手板。最后15秒钟，方便的猛攻，看一下今天谁才是真正的死神。哇哦，方便已经退役了2年，已经有2年的时间没有征战在这个擂台上了。比赛结束了，方便与威廉打满了3个回合，对于威廉来说算是一个噩梦。整场比赛基本上没有打出过很多次有效进攻，完全就是被方便牵着鼻子走，并且还被方便击倒了1次，只能说丢人，实在是太丢人了。最终方便获得了比赛胜利，身上穿的衣服绝对是没毛病。拒绝娘炮从方便做起，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方便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拒绝娘炮。
我觉得搏击是男人的运动，是男人都要来练搏击，对不对？我们到底想一想，什么样的男人才能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什么样的男人才是纯爷们？注意看，眼前这个被打哭的日本男人很狼狈，哭的那叫一个惨，不知道的还以为户口本上少了一个人呢。这个家伙可不是一般人，他可是日本官方斥资8000万美刀培养出来的搏击天才，捍卫了日本拳坛多年的荣誉，算是日本踢拳界数一数二的踢拳高手。他叫平本莲，是日本踢拳组织的代表性人物，统治轻量级拳坛长达10年之久。自从击败了2位世界第1和5位世界冠军之后，平本莲就变得特别嚣张狂妄，竟然敢把矛头指向中国，声称中国功夫就是一堆破烂。中国战神魏睿没有片刻犹豫，直接飞往了日本东京，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平本莲痛揍了一顿，让其在日本观众面前丢尽了脸面。忍受不了耻辱的平本莲当场哭了出来。其后魏睿当着数千名日本观众的面，说出了一段十分霸气的言语。大家好，我是魏睿，来自中国啊，让中国功夫在这个擂台上面，展现到世界，让世界各国各地都知道中国功夫。我是魏睿。双方选手不做过多介绍，既然平本莲能手握这条金腰带长达10年，那么这家伙的实力绝对不能小看。红色拳套日本天才平本莲，蓝色拳套中国勇士魏睿。人们都知道平本莲很强，是一位天才型选手，然而却不知魏睿也是中国踢拳界当中数一数二的顶尖高手。既然有条件站在平本莲的面前，那么魏睿必然拥有与平本莲进行对抗的权利。在此之前，魏睿在中国已经收獲了一大批粉丝，这次远征东京就是要让日本观众见识一下中国功夫的厉害。一戦一戦強くなってますよね。そうですね。どうなるかわからないです。中村さんいかがですか？やっぱりウェイ・ルイはあれだけ盤石な戦い方で準決勝クリアして、ただ逆に村本選手じゃない爆発力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と思うんで、そこがね出せるかですけど、あとはまずこの距離とディフェンスをどう潰せるかですよね。平本選手が。赤いグローブが平本です。踢拳比赛的规则非常严格，只能出拳出腿，不能进行搂抱。常年打踢拳赛事的平本莲进攻攻势异常凶猛，反观在踢拳赛事和自由搏击赛事自由切换的魏睿，却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毕竟是在日本小岛打比赛，魏睿内心的压力非常大。打赢还好，真要是打输了，那可就要挨骂了。そういった分ではサウスポーの対策っていうのは練習してここには来てると思いますね。続けてサウスポーにはなるわけですね。いや、関根さん、本当に当たるかどうかですよね。そうですよね。ただね、やっぱりいろんなパー KO してるんで、はい、キーって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その日の勢いっていうのがね、不就是击败了2位世界第1和5位世界冠军吗？就这点战绩还敢挑衅中国功夫？狂妄自大的平本莲声称赛前已经做足了准备，击败魏睿只需1回合足矣。看来这家伙是真不知道魏睿有多恐怖。逐渐适应比赛节奏的魏睿转换成了进攻报价。それに比べればまだ攻撃入りますよね。回戦本当に苦しんで唯一残った日本人でした。そしてそのまま決勝まで進んできた平本蓮。またこれまでどうですか？いや互角ですね。負けてないですよ。ですね。ボディこれ当たりません。踢拳赛事对拼的就是拳脚进攻的融洽程度，魏睿的拳脚进攻都没有消停过。自从魏睿熟悉了比赛节奏之后，无时无刻都在对平本莲发起主动进攻。毕竟魏睿是挑战者，必须要在国外打出挑战者的气魄。前蹴り2つ3つ。前半は平本選手が出てっていう形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ウェイレンの方が出てく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ね。ウェイルイですね。ウェイルイですね。ボディ右フック。ストレート。前蹴り。ローキックを返していきます。左ストレート。あれだけバックステップで左ストレートは避けない方がいいですね。避け方は。第2回合开始了，日本官方不惜花费8000万培养平本莲，目的就是捍卫日本拳坛的荣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此次日本拳坛迎来了大危机，平本莲自然要冲到最前面。不过平本莲还是小瞧了魏睿的实力，魏睿拥有精湛的战术和使不完的力量，真要是打起架来，不知道平本莲的拙劣打法能不能顶得住。平本が左に回りながら攻撃出しています。
ウェイルイの外側に回っています。前詰めていく。中央取った。左のリードのジャブ。左ストレートを下がりながら抜けるのじゃなくて、内に避けるんです。なるほど。それができる。魏瑞所实施的拳脚进攻都是一套一套的，反观平本莲则是以单机动作为主心骨，连续的虚晃招式加上真实的拳脚进攻，让平本莲有点无力招架，只能用撤退来缓解一下魏瑞所给予的压制力。然而魏瑞根本不给平本莲缓冲的机会，拿着拳脚进攻就开始猛压平本莲内围。ですよ、こう、とにかく攻撃で相手に触ることが大事なんですよ。で、一番やっぱ触りやすいのはローキックなんですよね。なかなか顔に当てにくいんで。サイドキックもある。ボディ。入りは。ステップで逃れると、ここ最後、左のパンチも落ちてきます。いや、左。虽然平本莲所实施的单击动作很少，但这些单击动作的精准度非常高。总体来说，俩人的比分差距并不是特别大，双方都在尋找一个合适的进攻时间差，从而达到击倒对方的目的。ただ危険は危険ですけど。危険ですよね。裏腹ですね。右にねじ込んだ。いいですね。ウェイルイね。きちんとパンチ当てましたよ。中村さんでもきっちり戦ってますね。そうですね。ちゃんとこう攻防の効果になってますからね。スペード君だけ攻撃的でしたけど。这俩人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实力之间的悬殊也不大，打起架来也是游刃有余。魏瑞的进攻攻势更为猛烈一些，出拳出腿也是十分果断，根本不给平本莲实施防守反击的时间。左も打ってくるぞ。左のパンチ。ウェイルイ怖い。おー、左フック。平本。第2ラウンド残りが20秒です。K1 ワールドグランプリ初代ライト級王座決定トーナメント。左右のフック。聞いたか？聞いた。いいですね。来ましたよ。平本莲只想攻击魏瑞下盘，连续的扫踢也是让魏瑞有点小生气，直接顶膝奉上。这种顶膝并不是平白无故打出来的，而是在平本莲实施扫踢的空隙，魏瑞的重拳一刻都没有停止，除非回合时间到了，才会让他那杀人如麻的拳头得到休息。コーナー戻るときも足痛そうだったり気にするような感じでしたよね、今。いいですね。ウェイルイに当たってきましたよ。そうですね。決勝戦です。第3回合非常关键，前面2回合的对拼几乎没有分出胜负。在不出现击倒读秒的情况下，魏瑞的获胜几率比较大些。不管是主动出击还是防守反击，魏瑞的做法都是略胜一筹。突发状况也好，被压制也罢，魏瑞都能在第一时间化解危机，并对平本莲发起一套丝滑小连招。K1 甲子園で優勝を果たしました。まさに平本蓮こそ時代に指名された新生 K1 の申し子。ね、パンチからやっぱり前足のロースね、これで。ただ、メイレイも、こうなると多分、ここに詰めて、パワーものに、攻めてくると思うんで、ここは、近い距離。ハイキック危ない。一直在踢魏瑞大腿的平本莲体能开始出现不支，毕竟扫踢这个动作非常消耗体能。虽然实施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扫踢，但平本莲并没有重创魏瑞的大腿，反而还因为频繁扫踢挨到了魏瑞多次的重拳，并且这些拳头都是有效进攻。至此，平本莲的状态开始严重下滑，甚至已经跟不上魏瑞的进攻节奏了。もう次はありません。ここで勝った者が笑う。勝った者がベルトを巻く。お互い気持ちの勝負ですね、ここはもう。平本も打ち返した方がいいですよ、負けずに。ここまで見せなかった表情、ウェイルイです。苦しそうな顔。平本も出る。お互いきつい。ウェイルイも口開いてます。改变战术的平本莲还是在挨揍，距离比赛结束还是1分20秒。此时此刻，平本莲已经不再实施腿法进攻，而是将腿法進攻改成了拳法進攻。短時間的互相拼拳讓平本蓮意識到了差距所在。K1 の申し子、完全覚醒はこの決勝戦。いや、いいですね。ロッキックいいぞ。うわ、下怖い。掴んでますよね。こう抱えてきてますね。ウェイルイが。いやー、でもウェイルイも気持ち強いですね。強いですね。下がらないですね。左フック、これが怖い。ボディもそうだ。
さあ、平本、ここで踏ん張りたい。ここで受けるのではなく出たい。残り1分切りました。魏睿找不到合适的进攻距离，就会猛踹平本莲腹部。在多次正蹬的加持下，平本莲的腹部很快就出现了红肿。遭到多方位袭击的平本莲状态已经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就只有挨揍。然而此时的魏睿已经找到了进攻节奏，不对，应该说是暴揍平本莲的进攻节奏。ローケットもやっぱりあんだけ返してくると効いてないと思っちゃうんですよね。でもこれは効いてますからね。やっぱ本当に不滅ですよ。さあ、平本、最後の一つ、最後の壁、これを越えた先に K1 の主役、スターの座が待っている。8ストレ、己の手で18対4。哦，さあ K1 旗揚げる。最后10秒钟，魏睿依然在咬牙坚持。此时的进攻欲望甚至比第一回合的进攻欲望还要强。看来魏睿是下定决心要把金腰带拿回中国了。ここで試合終了。両者拳を上げました。等待判定的时候，平本莲一直在祈祷，希望日本赛事方能挽救一次自己。结果日本官方并没有偏袒谁，裁判分歧判定胜利归属于魏睿，成功把金腰带带回了中国。初代ライト級王者は米国人初の K1 王者、この名は魏睿です。输了比赛的平本莲直接哭了起来，至此俩人的喜怒哀乐已成艺术。虽然魏睿赢了比赛，但没有大肆夸张庆祝，而是低调行事高调发言。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魏睿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你过来啊！注意看，是嚣张的日本选手挑衅在先，中国的抗日英雄才动的手，一记漂亮的顶膝直接顶碎了日本选手的下巴，躺在地上俩眼一瞪，貌似没了呼吸，身体像刚出土的木乃伊一样躺得笔直。医护人员急忙开始掐人中进行抢救。就在魏睿获胜之后没多久，下巴被打碎的日本选手的哥哥来华复仇。他哥哥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在日本算是数1数2的顶尖高手，尤其是他那要人命的重拳，摧毁了一位又一位世界冠军。仅凭一双铁拳就打上了世界排名第1的位置。常年在日本打比赛的林健太，为了给弟弟复仇，不惜走出国门向中国魏睿发起挑战。可别忘了，魏睿可是中国搏击擂台上为数不多的抗日英雄，只要让魏睿遇到日本人，基本上都是往死里打，甚至是拼了命使劲走。这一次日本排名第1算是招惹到了不该招惹的人，为了给弟弟报仇，林健太也是拼了。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魏睿的精彩表现。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林健太是日本踢拳界王者级别的人物，首次来到鱼龙混杂的中国拳坛，竟然是为了给弟弟报仇。看来他兄弟2个的感情十分雄厚。反观魏睿则是来者不拒，来一个打一个，来2个魏睿就打1双。面对眼前这位实力非凡的林健太，魏睿照样能稳住情绪来与林健太展开对抗。3次 KO 对方，非常有实力的选手。魏睿本次呢，教练依然团队是布置的要让他控制节奏，让对方以快打快，并不是我们的特点。还是控制节奏，用自己的渗透能力反击对方。是，林健太说94年的选手身高是172，而魏睿呢，大家非常熟悉了，91年身高是176。我们一直说魏睿为什么面对日式选手胜率高？魏睿很擅长就是用心理把对方压制住。我们看刚才一上，就是因为魏睿太过熟悉日本选手的战术打法，所以被称为中国搏击擂台为数不多的抗日英雄。这一拳绝对的势大力沉，直接把林健太闷在了地上。很明显，魏睿这一拳打得非常突然，打得林健太的脑瓜子有点懵懵的，根本不相信魏睿竟有如此强大的爆发力。那我就好打了。虽然遭受了重击啊，但是表情上还是这个充满了斗志。林健太本人也是一个这个击破型的选手啊，就重击能力很好，一定要魏睿也要小心。漂亮，那么当。可惜整个这个时候很紧张，2个人都是绷紧了。是，林健太找机会，没勾着。被击倒一次的林健太脑袋有点乱，总体来说还算可以。毕竟林健太是日本排名第1的踢拳王者，拳脚功夫相当了得，自身的心态也不会太差。反观魏睿依然是以退为进，继续与林健太展开周旋。手握大比分优势的魏睿也没着急，果断将全部重心放在了迂回拉扯上面。不过身处劣势的林健太岂能轻易放过魏睿？
那我们都说在进步和退步的时候，一定要把重心放在这个丹田下划线在这个地面的这个位置。但威瑞不太一样啊。节奏啊！别慌，恢复节奏。找机会，威瑞勾腿啊，这个小动作很好啊，勾对方腿让对方失去平衡，然后再打，是漂亮，踢挂腿。正蹬，这是还是用腿在控制，晃来晃去的威瑞内心非常淡定，随时都有可能对林建泰发起一波猛攻。碍于林建泰是处于主动进攻的状态，威瑞才没有给林建泰施加太多的压力。反观林建泰来中国的目的就是给弟弟报仇。纵横国际拳坛多年的林建泰，总不能到了中国吃一个闭门羹就走。这个人拳会啊，也是这个新 K1 旗下的一个这个拳馆，很擅长这种踢拳追分。好，这回合的比赛完了，进行第2回合的比赛。威瑞的这个腿法呢，不像邱建良的那个腿法。第2回合开始了，威瑞的进攻欲望突然变得异常猛烈，一套拳脚进攻击退了正准备发起进攻的林建泰。第1回合威瑞只是简单试探了林建泰，没想到一不小心还击倒了林建泰一侧。这对于林建泰来说，在本就不占优势的前提下又陷入了被动。然而林建泰可是日本大名鼎鼎的踢拳高手，岂会轻易让威瑞牵着鼻子走？不管怎么说，林建泰是发起挑战的哪一位，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表现的要比威瑞强点，这才能表达出要给弟弟报仇的决心。这样是首屈一指。漂亮，点线，继续，右手没有，继续连接，塞了林建泰一个趔趄，又打中了。好，看能不能持续保持这种高压的进攻态势。中了几次，现在威瑞可以开始进行终结的动作了。不要给对方产生的机会，已经击到中脚了。精湛的拳法保护了林建泰很长一段时间。此时的威瑞不甘被压制，于是便从被动转向了主动，开始采取强制措施，试图压制林建泰。反观林建泰也是步步为营，丝毫不让步，拿着他那杀人如麻的重拳就开始与威瑞展开互换。如此一来，威瑞要么选择锋芒毕露，要么就是和林建泰死拼到底。把这个气儿蓄满了，然后再发力。威瑞在腿法上是以控制为主的，那么拳法上是以重击为主。又一个第4。又塞到一拳。漂亮。继续，一个右手平勾，高压的进攻态势，还有没有继续？我们看威瑞一直保持着什么？我往前进一下，我诱你出拳以后，我再打反击。对，这也是这次大东翔的教练给威瑞布置的战术啊。这个身法的移动真的是很好。林建泰称霸了日本踢拳界长达5年之久，全凭一双铁拳打遍天下无敌手。在与威瑞展开对拼的时候，林建泰根本不实施任何腿法进攻，全部都在用拳法来与威瑞展开正面对抗。反观威瑞则是拳脚并用来干扰林建泰的心态，长时间的拳脚进攻打得林建泰有点心不在焉。林建泰的抗飞能力还真是好，这个一直到现在的这个面部表情啊，都一直是这个没有输。想想在进入 Crush 这种妖怪横行的这种联盟里面，林建泰是完胜啊！到目前为止，进 Crush 之前是完胜。而且怎么说，75%的终结率，4战3 KO。威瑞也一定要小心啊，对方并不是一个很。第3回合开始了，两人已经整整对拼了2回合6分钟，威瑞也不再继续忍让，各种小心思都拿出来对付眼前的林建泰。精准的拳脚劲惹得林建泰彻底暴怒，不管后果如何，拿着拳头就和威瑞展开对拼。此时的林建泰已经顾及不了其他，唯一能获胜的方式就是读秒威瑞或者是 KO 威瑞。但 KO 威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林峰的比赛里，我们可以看到高水平的比赛。那我们的殿堂级赛事，我们的勇士的荣耀7月2号在济源的比赛，那您就一定不容错过了。是，刚才我们的主持人也说了，贝特伦会出现在我们的比赛中啊。这也将是公安力要面对的这个最难看的一个队。这一个提档正是林建泰想要的，正好利用这个时间调整一下状态。林建泰是日本的踢拳王者，拳脚功夫非常厉害，但为了给弟弟报仇，林建泰完全忘记了实施腿法进攻，全部将重心放在了拳法上面。多次的拳法进攻也是让威瑞制造了大麻烦。
现场来跟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个顶级赛事给您带来的魅力。林建泰现在找机会，我们看林建泰找着了，现在在往魏睿的这个弱势手右手方向开始转了，找到这个方式了，这个小心，林建泰的左脚的步子一直贴着魏睿的外沿儿，对，这是魏睿的一个一定要小心的地方。应该说，经过刚才的这个调整完了之后，现在这个方式呢是正确的。看多次已经击中魏睿了，林建泰找到了这个节奏。林建泰所实施的拳法进攻有点软弱无力，并且状态下滑的也比较严重，节后就被魏睿再次放倒，体能消耗殆尽，再加上状态已经无法继续支撑林建泰继续打下去。最终魏睿终结了林建泰，想在中国的地盘上给日本人报仇，林建泰绝对是白日做梦想的美。林建泰2个新人王的头衔。不让全胜的战绩啊 ！KO， 魏睿 KO， 对方直接弃权了。这样的一场比赛，魏睿是干干净净拿下这场比赛。日本选手林建泰目前在Brash的战绩是4战全胜，是一名非常强悍的选手。4战全胜3 KO。即使在刚才被 KO 之前，非但没有给自己弟弟报仇，差点还把小命搭上面。魏睿虽然不是少林弟子，但照样专制不服。还有不服气的日本选手还可以继续挑战魏睿，正好魏睿缺点人头来增加战绩的美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魏睿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当漂亮，年轻人不讲武德，好自为之。泰国战神来华踢馆死神方便，不仅恶意犯规推搡裁判，还无视比赛规则。这家伙简直就没把裁判组和方便放在眼里。别看这家伙很嚣张，他可是泰国战神级别的选手，他就是泰国的无冕之王沙希拉克，曾在中泰对抗赛中豪取15连胜，独自一人力挽狂澜，挽救了深陷劣势的泰国队。在中国一共才打了2场正规的职业赛事，结果2位中国名将都惨遭沙希拉克的毒手。至此，拥有15连胜的沙希拉克来华找到了同样处于15连胜的死神方便，一个是不败的无冕之王，另外一个则是不败的死神方便。2位的相遇必定会给大家带来一场视觉盛宴。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沙希拉克是如何被方便打惨的。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方便率先开始对沙希拉克施展经典的散打招式侧踹。以重拳闻名的沙希拉克并没有选择与方便进行中远距离对拼，只是在外围进行虚晃，以此来试探方便的虚实。不过方便将距离控制得非常恰当合适，一点都不给沙希拉克一点猛扑的机会。就算沙希拉克使出重拳来试图逼近方便内围，奈何方便也会在第一时间拉开与沙希拉克之间的距离。那么，而这个红方死神方便，他就要终结沙希拉克，因为他方面来武林方面打了15场比赛，目前没有输，没有败绩，就是他俩谁先终结谁呢？就看今天晚上他俩是谁终结谁。一个是 KO 这个2位中国的选手也在武林风上，在中国没有败绩。这个那个方面呢，在武林风上也没有败绩，就是他俩都没有败绩，谁今天败，就看今天晚上。怪漂亮一个下掉。因为从这个技术层面来看，那个红方死神方便呢，他跟人家赶的毕竟连续5年获得全国锦标赛的亚军啊，技术非常强，也是我们国家目前一流的大选手。此时的沙希拉克正在使用阴招迫使方便进入内围，沉着冷静的方便丝毫没有受到这家伙的影响，该不与沙希拉克打内围就不与沙希拉克打内围，不管沙希拉克施展什么样的逼近招式，方便总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并破解沙希拉克的意图。还想终结方便的连胜，还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这时候2个都认为你看一击，我扑上去，那场地全没有啊，输掉了。对，那2个的这个重拳还是非常有杀伤力的。所以说今天这个要看这场比赛，要看方面怎么样克制住对方的化解对方的重拳。然后我觉得方面是具有中国散打特色的运动员，非常全面。我觉得用散打的这种快打快撤的方法，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效的。然后多移动，这是方面的聪明啊！这个远踢中打近摔，
现在是方便在控制着比赛，他用一种下踢是吧？打你头部，虽然对方一个沙拉克不太想利用重拳想扑上去，他一直想扑上来，但你不让我妈一躲闪。沙希拉克的重拳几乎没有施展的余地，拳击出身的沙希拉克在方便面前几乎使不出力。方便打完进攻不是往后拉扯，就是贴近沙希拉克内围，尽量不让沙希拉克使出防守反击和有效还击。头脑灵活的方便打法越来越激进，反观沙希拉克面对方便的打法，则是表现得越来越亢奋。他也是我们目前武林风第4位中国勇士的这个获得称号的选手。在这个级别当中，目前还没有这个对手啊，也是孤孤求败。方便，知道打不到，对，不能打，再打下了他，最多打的。那好了，喂，好了。第2回合开始了，方便施展的招式确实是天衣无缝，很难破解。打完动作不是紧身搂抱限制沙希拉克的防守反击，要么就是与沙希拉克急速拉开距离，以此来避免沙希拉克的突发猛攻。这样一来，沙希拉克全程就只有挨揍的份。反观方便不是在暴揍沙希拉克，就是在调戏沙希拉克。因为今天这个方面是克制了这个沙希拉这个拳法，重拳啊，让他对他这个巧妙的化解了，然后躲闪，不给他这种距离。你看，其实沙希拉克也暗藏杀机，老是在找这种距离，老找这种对。你看，这是我们厂台说，在这个比赛当中不允许肘击的，因为在武林风规则当中是不能拥有肘击。刚才他就觉得实在没办法了，因为你这躲闪，我这拳打不住你。而沙这个是个反架的选手，前手拳在前，就是右手拳在前，左手拳在后面。是这个反架选手，后手是最隐蔽的，最不好防的。因为我们长期训练当中啊，反架的人很少，长期训练当中比赛当中啊，对的都是正架选手，猛一对这个反架选手，非常的不太适应。此时的沙希拉克慢慢的发现了其中的猫腻，决定开始对方便发起猛攻，试图突进方便内围。奈何方便的精准打击和灵活躲闪给到了沙希拉克很大的压制力，比赛局势完全就呈现出方便在与自己的陪练打比赛。泰国战神沙希拉克完全没有施展招式的机会，一次又一次的重拳打空，这让沙希拉克的心情愤怒到了极点。对搏击这种理解啊，因为我的技术，我控制着比赛我控制比赛，同时我还得抑制住你们拳法好吗？我抑制住你，让你打不着我。这就是高水平的比赛。但是像在泰国运动员能有这么好的拳法的选手不多呀，那重量级都是腿吸比较好。对，他跟练拳击的选手一样，他就喜欢拳。你看，我也没踢到什么玩意儿，没有，我也没洗马，我就往上逼。就是后手的重拳。你看，就等往上逼，你看。但是这个方面就没有机会。双方都有耐心啊，但是越是这样的越危险。暗藏杀机啊！对，说不定一下就可能就等着你要准备出重拳，就啪一扫你就是克制你重拳的真聪明，方面打的真聪明。这沙希拉克也有点着急了，老师，我的重拳怎么在方面使不出来了？沙希拉克情绪明显有点急躁，有点着急，连续的重拳开始慢慢逼近方便的内围。不过方便的躲闪和灵活走位让沙希拉克的重拳失去了实际意义。方便全程大脚丫子扇脸沙希拉克，奈何沙希拉克前面的脾气把控的还挺好，一会儿一个大脚丫子，这谁受得了？此时的沙希拉克脾气已经很暴躁，很愤怒了。
3局。第3回合开始了，沙希拉克一上场就跟发了疯一样，拿着自己的重拳就开始逼近方便的内围，奈何方便可不给沙希拉克这个逼近内围的机会。貌似沙希拉克的心态出现了点问题，主动进攻不仅停止了，就连防守也放了下来，好像是在抗议方便这种战术打法。不过方便这种战术打法并不违反比赛规则。宋老师，你看这个就是3年前这个沙希拉克来这个中国打比赛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的状态啊，跟现在状态啊，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因为3年的时间有很多的变化。这个就是他这个左腿这支撑腿也好像有点支撑不住了有点发软了。今天啊，方面打的是聪明啊，打得很聪明，非常的灵活。这个距离感啊，这个控制非常好。你看现在沙希拉克利用这个移动，想把比赛撑下来，因为他这个腿从他面部表情看看了。沙希拉克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被方便踢到之后，直接站起来反扑方便，奈何裁判已经暂停了比赛。不过沙希拉克貌似没把裁判当回事，竟然敢推搡裁判的手臂来发泄心中的怨恨。心中怒火不断增加的沙希拉克此时已经走火入魔了，开始不与方便正常打比赛，开始用一些迷惑动作来充斥方便的战术打法。这个方便的高明之处，我把你的火斗起来。对你激怒我，我不听你的，你不进我也不进，反正我现在占着优势的。对，这就是武林风的中国勇士啊！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又用一个肘击。怒火中烧的沙希拉克最终遭到了裁判的警告，竟然敢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使用肘击，而且还当着裁判的面偷袭方便。裁判不给沙希拉克一张黄牌，就算沙希拉克的粗。虽然沙希拉克没有收到裁判的黄牌，但脾气已经被方便的战术打法给磨平了。第3局比赛，今天这个方便已经把这个沙希拉克的火斗起来了。最后的10秒，中国武术的优势，今天让方便发挥的淋漓尽致，4两拨千斤游刃有余，发挥的非常好。比赛结束了，整场比赛方便占据绝对的主导权。从一开始，方便就开始对沙希拉克施展经典的散打招式，一直到比赛结束，方便还是在对沙希拉克施展散打招式。从头到尾，沙希拉克的重拳就跟失去了推进力一般，貌似只有一拳打在了方便身上，还是沙希拉克偷袭的那一拳命中了方便，其他的拳头要么是打空，要么就是被方便轻松化解。比赛皆如此，在擂台上生气就有点过分了吧？方便没有违规，也没有违反什么道德理念，正常的战术打法就可以将沙希拉克给惹怒。看来沙希拉克的脾气是要好好改一改了。大家喜欢方便这位选手吗？请在下方进行留言讨论。偷袭，这绝对是你见过最震撼的场面。日本教练偷摸搞偷袭，面对裁判的阻止，他们丝毫不听，甚至直接把裁判扔在地上，肆意殴打场上的中国选手。然而这俩狼狈为奸的日本小人并没有就此罢休，面对杨建平的阻止，嚣张的日本拳王竟直接吐了杨建平一脸口水，这家伙实在是太恶心了。此等行为彻底激怒了中华虎杨建平，这一切的情节变动都要从日本拳王的背后偷袭说起。中国硬汉刘文博还没登上擂台，就遭到了日本拳王的肢体挑衅。然而大度的刘文博并没有和日本拳王计较，过度的忍让换来的却是被偷袭。好，现在裁判员归雨辰，比赛现在开始。日本拳王也太过分了，搞偷袭就搞偷袭，还偏要把刘文博扔下擂台，让其丢人现眼。刚才和刘文博一起出场的小姐姐都被吓坏了，打架就打架，吓唬小姐姐干嘛？日本教练也没有闲着，趁此机会狂揍手无缚鸡之力的刘文博。你坐到这儿说。反应过来的刘文博终于发起了反击，一个大嘴巴子打得日本教练难以站稳，刘文博就静静看着满地乱爬的日本教练。来呀！
个大嘴巴子多多少少带点个人恩怨，再次打得日本教练站不起来。然而刘文博举起双手煽动观众情绪，这或许就是搞偷袭的下场。日本教练在这挨揍，日本拳王上哪里去了？难道是被这一幕吓尿了吗？没劲儿了，没劲儿了，满地乱爬的日本教练还不打算放弃，还想站起来反击刘文博。然而这些进攻对于刘文博来说就像是在挠痒痒。刘文博瞅准机会，又来了2个肘击和1个大嘴巴子。看到应声倒地的日本教练，日本拳王看不下去了，直接跳下擂台搞偷袭。被限制的刘文博再次陷入了被动，其后俩人合伙一起暴揍刘文博。面对杨建平的劝阻，他俩非但不听，还朝杨建平走去，和杨建平交涉。哎，好，就这里水吧。哎呀，杨总啊，你这皮啊！被扔上擂台的刘文博也没好果子吃，大腿正在被日本拳王往死里掰。一旁的裁判询问着刘文博要不要放弃，在中国硬汉的字典中就没有投降2个字，尤其是面对嚣张的日本拳王，既然是被当场打死，刘文博也不会委曲求全，主动投降认输。出来，快！1、2、3、4。裁判的读秒还是具有一定威慑力的，不然刘文博的大腿恐怕就保不住了。面对倒地不起的刘文博，日本拳王竟然选择猛踹刘文博脑袋，嘴里的谩骂声一刻都没有停歇。世界冠军！看到这一幕的杨建平总算为刘文博松了一口气，有一种如负适重的感觉。重新站起来的刘文博战斗力依然爆表，肘击还是肘击。台下的日本教练正静静看着这一切。这俩货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不是搞偷袭就是耍阴招，就不能干点人该干的事情吗？2打1的场面已经不是重复1次2次了。如此蛮横不讲理的俩人最终受到了制裁。杨建平先是一个过肩摔，又来一个侧踹腿，彻底教训了2位狼狈为奸的小人。杨建平把裁判和刘文博扶了起来，裁判继续恢复比赛制度。这下日本拳王可惨了，怎么少了1个人？日本教练去哪里了？难道是临阵脱逃了吗？把日本拳王一人留在擂台上挨揍。杨建平现场监督比赛，站在擂台一角，这个举动给刘文博增加了不少底气。最终刘文博成功降服了日本拳王。这场比赛是专门为杨建平设置的宣传片，正好利用此次比赛宣扬一下中国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和中国人民的团结性。敌众我寡的刘文博受到了杨建平的拔刀相助帮助，成功将危险化险为夷，将狼狈为奸的2个小人送回了日本。我知道。